美国这次是名副其实的亲门踏户，中国顺势将美方的剧本撕了个粉碎。在台湾问题上，该怎么演怎么办，都由中国说了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解放军的演训，将美方的剧本撕了个粉碎。台湾问题中国说了算。针对佩洛西窜台，解放军大规模演训，打了美方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从更高的维度来看这件事情，就会发现这将是中美博弈攻守易位的关键节点。此前一直是美国出牌，中方被动应对，如今佩洛西窜台，引发解放军包围台湾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攻守双方角色互换。中方不再被动应对，早在25年前，美国前外交官布列津斯基出版的大棋局就提醒美国人不要同时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搞对抗，否则美国就玩完了。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万没料到，拜登政府几乎按照布列津斯基最不想看到的方式来处理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和前几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完全不一样。拜登政府同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出大招。其一，通过在乌克兰点燃战火，逼迫俄罗斯和整个美西方世界彻底决裂。其二，拜登在访问西亚时力推所谓中东防空联盟，这被伊朗视为是中东版的小北约。其三，佩洛西窜访台湾岛被看成是美国向中国寄出的最后一张王炸。虽然拜登坚持将过去寻求对抗说成是竞争，这次却是名副其实的亲门踏户。中国有着大约14亿人口需要养活，还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世界大国，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珍惜和平和稳定。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我们比伊朗和俄罗斯更加谨慎。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更愿意像牛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负重前行。长期以来，美方就像苍蝇一样干扰中国的发展脚步，我们只需要将其赶走就行了。但是这次美方变成了一只恶犬，正盯着中国的核心利益直流口水。既然我们赶不走它，就只能用锐利的牛角将其顶翻刺破，让其忌惮。早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率先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高科技封锁战。拜登政府接着启动了旨在将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的印太经济框架。最近，白宫又在力推所谓的芯片释放会议。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全球主要芯片大厂去美国投资，并且在未来10年都不许在中国大陆新建工厂。为了围堵和打压中国，美方出招是全方位的，毫不留手。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被美国看成是最后一张王炸。佩洛西窜台，犹如美方将这张牌狠狠地甩在台面上了。如果中国放任佩洛西的嚣张举动，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客堂而皇之的给岛内分裂势力张目，就可能让我们不胜其扰，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耗中方的外交资源。当然，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这是在践踏中国的底线，必定会引起我们的不满。从华盛顿近期的反应可以推断，在美方的剧本里，佩洛西的窜访
一定会让北京不高兴。但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北京最后会被迫忍受。这也是为什么五角大楼一边认为佩洛西的串台计划不是一个好主意，另一边又安排里根号航母和美军战机护航，而拜登就像个小媳妇似的，委屈巴巴地声称自己无法阻止佩洛西的串台计划，只希望北京不要反应过度。如果北京这次不反击，美方将在这场博弈中掌控绝对主导权，中方将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中国洞若观火，顺势而为，直接将美方的剧本撕了个粉碎。在台湾问题上，接下来怎么演怎么办，中国说了算。环绕台岛周边6个区域的军事演训，对台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一方面警告岛内分裂势力，以美谋斗是在犯罪，随时可能接受人民的审判；另一方面警告华盛顿，你已经踏踩了我方的红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解放军为此将不惜一战。通过这次博弈，解放军必须把规矩立起来，使美方挑衅在先，美方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必须给中国一个交代，否则中国绝不罢休。好，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